们相信爱情，我曾经非常相信，但是有时候爱情呢就是那样捉弄人。我们在大街上啃过馒头，吃过咸菜，我也在街上大冬天里卖过报纸。但我们努力了1年多，终于就要见到幸福了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我现在感觉幸福离我越来越远了。我不想像我第一份感情一样，也是在我拍了婚纱照之后，我发现他爱上了别的人。我二话没有说就放弃了，但我这次我不知道他什么原因，绝对不会放弃。我现在就想穿上婚纱。美丽的新娘嘛，今天的出场跟以往不一样，我们要先请出穿着婚纱而来的女主人公，来，掌声有请倩倩，有请。倩倩26岁，来自吉林，我们欢迎她，来欢迎。你好，在你的情感里面，我知道，其实就2段，非常简单，对吧？对。一段是你想穿婚纱，在穿婚纱之前，那个男孩子背叛了你，对不对？对，那时候交往了很多年，啊，然后结婚照也照了。当时我发现他外边有了别人的时候，非常伤心，我们也是彻底就是分手了。经过了几年呢，我又相信爱情了，认识了我现在的男朋友。但是老天一直在捉弄我，在我们交往3个月左右的时候，他得了癌症。什么癌？甲状腺癌。后来呢？因为他家里头条件不是很好，然后父亲也不在了，母亲连城市都没有来过，所以我就是决定说，在我们四平当地找了一家医院，结果经过2次手术去做复查，就发现没有切干净，然后我也是多方的走了很多家医院，都说第2次手术风险太大，都不接受。当时我们已经就是山穷水尽了，为了他我把我的长发卖了，就留了15年的长头发。当时我想头发可以再留，但是人的命只有1次。后来呢？然后有很多好心人帮助我们。我也是遇到了好心的医生，就是在咱们天津肿瘤医院，有一个那个张主任，他那时候冒着很大的风险接收了我们，然后在经济上也给了我们一些帮助，就是有一些，比如说检查费用啊，还有什么的都替我们减免了。当时就感觉生命有了希望。那他现在病好了吗？已经算，基本治愈了。然后年前呢，我就是因为可能是压力太大，突然之间病倒了，然后2个月之内长了50多斤。你？对，长到250多斤。啊。我也在努力，我说我不是为了说有什么骨感美啊、瘦什么的，我只希望给他一个健康的身体。我去医院减肥了，用2个月的时间瘦了50多斤。我现在虽然还是200斤，但是我已经初见成效了，我也有信心瘦下去。我们俩就定在说9月份的时候举行一个小型的婚礼。挺好啊。但是现在他不要我了。他病基本治愈，他不要你了。对。别鼓掌了，这种男人给他鼓掌干嘛？来，有请阿成。阿成23岁，来自吉林。来，小伙子来。你好。你好。不跟人结婚了？为什么呀？我感觉咱俩一点都不适合，性格也不适合，咱俩谈不来，结什么婚呢？我也不幸福，你也不幸福，为什么呢？我给你剪头之前你想什么来着？现在你说你不要我了。那我也没逼你，我也没逼你剪头。你平时你管着我，你说你干什么都管着我，现在我都受不了了。那时候为啥答应我说要跟我结婚呢？然后你现在治好了，你就不要我了。我知道我那时候选择医院是我的错，但是我已经努力在挽回了，我宁愿付出我的一切。咱俩住在医院里头，那时候没有钱，我住在15楼，我住在地上，我陪了你那么多日子，我把屎把尿。你生病有多久啊？1年半了。1年半。在你生病期间都是他照顾你吗？我家里也没有什么人，就是一直他照顾我。医疗费谁出的呢？在家里借一些，让他给我拿一些。你为什么不需要跟他分开？你能告诉我吗？因为我现在感觉我根本不是爱的。当时
是他救了我，跟他在一起一直都是报答他，感觉不幸福。哦，你跟他在一起觉得不幸福是吧？对。你的病算彻底治愈了吗？这事儿谁也说不好。啊，我接下来请来一位特别来宾啊，给大家认识一下，应该是你的主治医生。来，有请天津肿瘤医院甲状腺颈部肿瘤科的副主任张燕医生。来，有请张大夫。主持人好。张大夫，这是您的病人哈。对。病怎么样了？甲状腺癌总体上来说恶用度不高，手术效果还是不错的。啊。但是它是复发的，又是双侧的，做了2次手术，总体上还可以。现在又做过点药3药治疗。他们俩的事儿您知道吗？他们不是我在门诊接诊的病人，是他带着他到病房去找我的。啊，他们求了我半天，女孩子就说跑了好多地方没有接诊，然后呢，他说他把他的头发给卖了。我们很奇怪，卖头发干什么呀？连我们的护士啊什么都问，然后他说是筹医疗费。所以就因为有这个印象，在医院里呢，也是这个女孩子一直都陪着他，基本上就是很节省。而且就是有什么啊，都尽量记着他。感冒了、发烧了，在病房里戴着口罩，也会天天陪着他，挺让护士啊感动的。那像他这种癌症的治疗，会对一个人的身体有影响吗？应该说还可以。男性的将来对他的生育啊各方面影响也是不大的。甲状腺癌的5年生存率是90%以上啊，就说大部分人可能就跟正常人一样走完一生的。啊，那他这个需要化疗什么的吗？啊，不用是吧？对，不用放疗，也不用化疗。行，那谢谢你。哎，没事儿。啊，谢谢，请回。这我就奇怪了，您是为什么要跟人分开呢？对你这么好。你是因为我胖。一直我就感觉我是在报答你。你在报答我？真的，我听了你说这话，我不如救个二郎。你什么时候发现这个女孩不适合你的呀？就从她说要和我结婚的那天，就是晚上我自己想了想，我感觉她不适合我。是你家里给你压力吗？就因为我选择医院选择错了，让你多花钱，让你多遭罪了。我补偿你，我补偿你一辈子。就即使你现在你不能工作，我无所谓。他现在不工作啊？他没法工作呀。因为他刚大病初愈，我也是怕他。那他靠什么生活呢？我现在就是出去工作，然后挣一些钱，我们一起节省。那他生病期间这1年半的所有的钱都你筹的吗？对，我记得你最后一次131电话的时候，去年的圣诞节那天，然后我找了一些好朋友，在大街上卖报纸。我们东北那边零下28、9度。我当时看我那些朋友，还有大人有小孩的，拿着报纸冻得脸通红。我当时我是边哭边给人家解释，我说我爱人得了病，我难不难？别哭啊！他要真这么白眼狼，咱也不要他。你是真的不爱他，还是有其他的原因？你告诉我。没有，就是怎么说呢？年轻人嘛，谈不来就是可以分嘛。性格确实不合，你为什么强求非得让我跟你俩在一起？性格不合，那是理由吗？1年多，性格一直不合吗？哦，气得也没话说了。你们问吧，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如果说阿成是一个现代陈世美的话，站在这儿，病好了，拜拜，那勇气还真不小。你会遭受无数电视观众的唾骂。你当初跟他刚开始在一块儿的时候是相爱的吗？也不能说是完全相爱吧，那也是正在谈恋爱当中。这是不是真正的恋爱？对。所以现在你也是认真的说分手？对。只是因为感情破裂或者没有爱，不是因为其他原因？就感觉不合适。现在是对他也没什么感觉了。你这种没有感觉，在你治病期间就已经发现了，对吗？也不全是吧。你不可能说你对他的感觉是按照你的病情走的，病情痊愈了，基本出院了，感觉没有了，病情没治好，感情还存在。不是，那是怎么回事？什么时候没的感情？去年病好了之后吧，我就感觉我俩越来越过世了。他脾气也是比较大，管得我很严。所以你的回答就是这样，病好了，感觉没了。对，如果真是这样的话，我无话可说，还说什么呀？跟他对任何话都是废话。
浪费时间。你对你的病怎么看？这也不是什么小病，谁看不好？虽然医生说90%的治愈，但是对于当事人而言，他会把那10%会放大。你的性格比较内向，所以呢，你认为是一种绝望。所以绝望到用这样的方式，他离开了，他的感受可能是什么？你告诉我。伤心吧。如果真的不爱了，怎么做能让他把痛苦降到最低？这是你的责任。他所付出的，你应该自己很清楚。我只能说这么多了。还年轻，你早一点发现他这个样子就好了。你就是已经该做的都做了，就是你要对自己自信。你是非常好、很善良、真的很好的女孩子。这么没有勇气、没有负责任的男人的话，将来在一起可能真的会很困难的。所以你早一点离开他吧。我都很生气啊。真的不喜欢他吗？真不爱他呀？对。一点点也是。以前有，现在没有。哦，算了，我们一起去相亲吧。不是，真的，算了。你这么好的女孩子，怎么找不到别的？哦，不要了，他垃圾。阿成啊，你现在一点都不爱他吗？是，不爱他。现在一点都不爱他，是真不爱他还是假不爱他？真的。我真想故意抽你我。我跟你说过，我说我以前我受过伤害了。我说如果你要是不是真心实意跟我在一起，我说咱们就别开始。以前有过，现在我感觉经历。那就算我命苦呗。经历这几个月，我感觉咱俩不适合。阿成啊，分了手以后怎么办？接下来日子怎么过？我自己也没怎么想。和他还有交往吗？你不是要报答他吗？怎么报答？没法报答。我问你一个问题。同样一个病房，2个妻子都得了植物人，一个丈夫在那儿成天哭天抹泪，找的人就说我很心疼我老婆，另外一个坐那儿一动不动。你说这2个丈夫哪个对自己的妻子好啊？我不会说话了。我说你装什么装？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，好像形成一种风尚。但凡是有个病有个灾，就要假装高尚的离开，对吧？打着不拖累对方的名义，独自苟活，互相折磨了。这个世界上永远不缺一个貌似高尚的男友，却缺一个勇于坚持爱情的男人。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自己内心非常的清楚。就像你刚才回答不出我那个问题是一样的。你明明知道你今天的这样的一种方式，或者是断然的离开，他的心一定不会死，那你为什么要折磨他呢？怎么说？你们不用说再逼我，你们也不知道我没有逼你，你的生活是你的生活，我还巴不得这个姑娘赶快找一男人嫁算了。问题是她要是一旦嫁了的话，你又作何感想呢？2个人既然相爱，前面有困难就2个人共同去面对，共同进退。装什么装？我有了病有了灾，我放开他，让他去寻找自己的幸福。但问题是，他的幸福有头吗？他有幸福吗？没有啊，他的幸福都在你这儿啊！只要你的病一点点的痊愈，身体一点点的康复，脸上绽放出一点点的笑容，他就是幸福啊！你现在对他的这个解读有一个建立，是建立在他对这个女孩有情、有义、有爱的基础上。我不拖累他，所以我要离开他。请问是这样吗？是，其实我压力也很大。你有什么压力？第2次去复查去，也不是说结果是那么好吧？什么结果？那体积还是照正常是高16点。刚才你的主治医生不是说没什么大问题吗？都会高吗？你怎么不相信大夫的呢？这也不是说一个感冒一个发烧就是。我还是那句话，人总是有挫折，这个挫折其实对人生来讲就是一种考验。你说了1/1000，那如果是1/1000的话，那你拿出9999的力量去努力。
你能做多少是多少。其实你在推销他的同时，也是在否定自己。你对你自己治疗，你也丧失了信心。如果没有他的滋润，你更没有未来，你明白吗？所以说我更愿意鼓励你，我看好你，支持你。每一个人都有这个坎儿，一个人的心理作用对于人的疾病，对于人的未来是非常有支持力量的。对李小姐来说，重要的是比钱重要的是爱情。她跟你说了嘛，睡在地板下面，跟你在一起的话很幸福。她跟你在一起很幸福哎。如果你要让她幸福的话，阿成听明白了吗？听明白了于老师的话。一定要跟她在一起。你有很几个东西是硬伤。第一，你说分手就能分手吗？第二，你本来术后的这种反复的心理阴影就很多，你就害怕自己再复发。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，你再把它推开，你就把自己推向死亡的边缘，你就更加阴影。现在不需要你要向他承诺你们俩一定要怎么着，你们俩只是现在共同的面对你的病。如果将来有一天病情确实是稳定了、康复了，这个时候跟他的父母说：“哎，这小两口还真不错，是吧？这么大的坎儿他都走过来了。”这个时候你就真的活明白。其实我特害怕，我再继续手术，我怕我现在我已经坚持不了了。什么受不了了？你还活着呢，还有一个女孩这么陪着你，你还要什么呀？我要是你父亲，我拉着你就走，我才不管他什么原因呢。怎么想的呀？我凭什么鼓励他？我鼓励不了。哦，他对生活没希望，我们就要鼓励他呀？他凭什么让我们鼓励呢？你是因为你爱他，你对爱情的执着让我们鼓励你，还是因为你对家庭有责任心，还是你对你自己有责任心啊？我们凭什么鼓励？凭什么呀？全世界除了他现在哄你，谁哄你？谁哄你？干嘛呢？你今天把话跟人说清楚了。你离开他，可能你日子过得好得很呢。我过不好。你过不好，你看他心疼吗？没人说让你报恩，你记住有一点，他踏踏实实在你身边，是因为他爱你；你踏踏实实的接受他的帮助，也是你爱他。就闹点这个小病小灾的，就这样了。你那大夫不是说多好啊？不远的将来还能有孩子，怎么说的呀？5年之内怎么着啊？就意味着健康人了，怎么就不行了呢？你跟我说你爱不爱这个人？爱。那你为什么说你一点都不爱他？你认为这样就好吗？给擦擦眼泪去。去啊！打他！够懦弱的男人，你不打他？后面就不报了，对。他们比我还狠。后面说什么？他们说要抱起来。好，一会儿抱，等着。故事中这么狠一你得面对生活呀！你给我站那儿去。爱他吗？爱他。那我刚才问你，我说你爱他吗？你说不爱他，我让你说真话，你干嘛说不爱啊？哪句话是真的？爱他这句话是真的。爱他要离开他，为什么要离开他呀？我怕我和他俩没有未来。回去吧，姑娘，你也回去吧。哎呀，气死了！我们本来有一个环节叫黄金60秒，我觉得那个环节是建立在一个真诚和信任的基础上，双方来做表达的。为什么在这一对当中，我就把这个环节取掉了？我觉得这个男孩在整场节目的过程当中，不管出于什么原因，是因为对于生命的绝望，还是因为自己的懦弱，他在这个现场一直没有给到我们的是诚实。希望这个小伙子自己能够明白一些事，也希望这个姑娘能够对未来的生活有一个认识。一起来数5个数，看他们自己的选择。5、4、3、2、1，请开门。到底爱不爱他？爱。
真爱假爱？真爱的。来，把他抱起来。大夫，这个抱重物不影响他吧？啊，大夫说别抱，还是就别抱了吧。我们听大夫的，我们听大夫。愿意娶她吗？愿意。她穿婚纱好看吗？很好看。来，小朋友，谢谢你，请回。来，让我们一起来见证这个神圣而浪漫的时刻。来。这次我错了，我爱你。我已经回答过好几次了，有1有2，不会再有3。我错了，嫁给我吧，好吗？我爱你，我真的爱你。我从来没嫌弃你胖过，嫁给我行吗？我都穿婚纱来了，我说我不嫁你吗？感谢杰里亚为本节目嘉宾提供的订婚套餐，感谢天津动尼佩吉钻饰为本节目嘉宾提供的订婚钻戒。你真愿意嫁给他？要不你嫁啊？我给你出一题目吧，其实特别像你们俩未来的人生，你自己想想，你考虑好没有？你把她抱起来走下去。我不能把我媳妇儿累了。记着涂老师问你那个问题。一个人在那儿诉说，丈夫在诉说我的妻子多么的可怜，一个丈夫默默的很坚毅的坐在那儿，哪一个男人更爱他的妻子？记住了吗？回家想想那个问题的答案吧。请回吧。